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安茂老师。在一开头还没跟老师打招呼之前，我要先跟观众朋友们温情喊话一下。在我后台统计，当你看了这部影片之后，有80%的朋友并没有按下订阅这个按钮，请帮我们一起订阅起来，让这部影片这个频道可以给更多人知道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跟曹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老师，朋友陆续开始写信给这个主持人了。那主持人也整理了不少问题。那这一题相当有趣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有看你的节目。那每一次拜拜的时候，我的阿嬷她都花很多时间跟金钱在购买贡品，然后每一次贡品呢，15号拜完之后，接着1号又来了。家里人口不足，来不及吃啊，贡品堆积如山，对，来不及消化。那他干脆就跟祖先商量说，那我干脆全部都给你们换成钱好了，让你们自己去买喜欢的东西。那贡品我就不准备了。老师，那我阿嬷这样讲是可行的吗？可以帮我们这可爱的阿嬷解说一下好不好？不过这个问题我有点疑惑哈，因为祭祖一年标准只有5大节是才会，那初1到15。一般都是没有拜祖先哦，那可能是只有拜神明，对，跟我们的地基尊神。所以祖先的话，一年就是清明、端午、7月15，对，99重阳，还有除夕，这5大节，他才会正式的祭祖。是，那刚好借这个题目，8月中秋，也有学生问我，老师，那8月中秋我要怎么拜？8月中秋的祭祖，那是看我们自己的先人有没有这样传承下来？但实际上8月中秋在阴曹地府他们那个世界，它是没有什么庆典，所以月圆人团圆，没有鬼团圆，月亮照不到阴曹地府，所以8月中秋不是阴曹地府的节日。可是我们阳间的人，因为初1、15家里有供神明的，他可能就会准备水果啊。那刚好又遇到中秋，他可能把水果拿掉，就用月饼去取代。那神明有月饼，祖先这边看起来好像空空的，所以他可能也就因为这样，祖先这边也顺便准备一份那个月饼。所以一般在祭祖就是一年只有5大节，所以这一个观众他的阿嬷不知道初1、15怎么还能够那么用心的准备，搞到家里好像有吃不完哦。所以公妈嘴家属那假高尾，这这样太多了就假高尾了。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问题，阿嬷说：“那这样我不要再准备了，我就烧钱给你。”可是万一阿嬷遇到诈骗集团烧去的钱是假钞，阴曹地府他就觉得这我又没收到。那他就以为阿嬷有给钱了，可是祖先说你给我这是不能用的钱，那请问这样以理合不合？对，我这句话是开玩笑的哦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准备爸爸妈妈爱吃的东西拿回去给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感觉说，哦，搞我帮你知我爱吃这，跟妈，你来吃啥？我请要恁家己去买，我卡都未行，你是要叫我哪买？感受不好。对啊，那会的希望你也不要走，卡未行是不要那走，一样的道理嘛。所以祭祖是我们杨氏子孙的一份用心，是祖先看的就是那一份用心。是豪户之门准备一次燕窝、鲍鱼，对，那我们平常家庭搞不好田里面摘回来的菜，有一样菜你们应该没听过。桂高菜、过锅菜，没听过哦。桂鸟听过了，桂高没有。桂高菜大家一定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叫做地瓜叶啊，很常见啊。你再讲一次。桂高菜，过了水沟，过了锅的菜，过锅菜，锅子的锅，水锅的锅，水沟的沟。为什么那个叫做桂高菜？是因为这个地瓜藤它爬到肥沃的地方，它一过去，它吃到肥沃的，对，那边的叶子长得特别粗，而且特别脆，所以那个才是扒起来人在吃啊。所以桂高菜，豪户之门到我们乡下地方去，说哇，这菜那加价，
你唔感觉讲迄地瓜叶呢？因为地瓜叶以前是养猪的呢。所以这是阮厝后前的贵高菜。贵高菜。所以有些时候没有那么富有的人，他只要自己能够吃的，他都可以准备来当贡品。所以贡品它没有一定限定你要多精美，而是子孙啊得食的，就是要给公妈食的。所以只要我们自己平常都觉得好吃的东西，也都可以用来祭祖。所以这个观众他说阿嬷准备那么多，初一十五，我还真的觉得初一十五一般不用拜祖先啊，不用拜祖先这么勤劳了。对，那祖先就一年5大节，还有像我们家有一个习俗是，查甫祖、阿公阿嬷，就是祖父、祖母、曾祖父、曾祖母，他们这4个他们的忌日，我们都要拜。然后借这个机会让观众知道一下，为什么个人的忌日要拜。一年的5大节，我们烧给祖先的那些纸，那些纸近几代的几乎都拿不到。是哦，因为9玄7祖加起来16代，那乘以2就好。那有些男的搞不好娶了好几个老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要，假设不要，都各自娶一个就好。那16乘以2 32，那些之前去，他是照辈分哇，但是有一个例外，如果你刚好有拿到博士，还是为国家建立什么功，还是你自己本身有官职，光宗耀祖，就不先以你的辈分论，而是以光宗耀祖的功勋来论。可是近1代、2代、3代的搞不好，逢年过节那些贤人去，他们拿不到，他们只有接受我们丰盛的这一餐的供养而已。所以如果有一些像我们这种老扣的年纪的朋友，还做得到的话，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祖父母，如果可以，也可以到查甫祖、他们的忌日，我们都可以刻意特地的为他们做这个忌日的礼拜。这一些钱在忌日那边归他个人独得，其他的祖先没有分。哇，老师你没讲，我们还完全不晓得还有这样子。这个怎么讲？9玄7祖啊。对啊，还有这个辈分的差别呢。老师，那我问一下，那你说做忌日，那是忌日在拜拜的时候，就是像这样准备一桌，然后是中午以前拜还是下午拜？都是中午以前。我们祭祖先在我们的家，所以都不是过12点，所以有人9点多就开始。一面煮就一面端上去，一面拜。那现在的人大概都是餐厅叫一下，然后自己再顺便煮几样。所以大概都在10点左右开始拜，拜到快12点前，已经1个小时多了，所以大概都拜好了。然后顺便收起来，大家就一起吃午餐。真的哇！这也是今天第一次听老师讲，我才知道原来在祖先这一辈也有老鸟跟菜鸟的差别，对不对？老的先拿。菜的你要慢慢等，所以为什么要特别专程为了他个人的忌日要专程？因为这一天他才拿得到这些嘛，专属于他，对不对？哇，谢谢老师有特别的提醒我们，不然真的我们拜了这2、3年，结果原来我的常常在挂念的这3代，这个还属菜鸟还拿不到，忌日要特别记得。非常谢谢老师，再次感谢老师，谢谢你的时间。各位朋友，记得听完这部影片开始。有很多朋友都会写信给主持人了，也有朋友问，那该怎么样联络我们呢？不管你要预约或者是要提问题，下面影片的连结都有陈老师的粉丝专页、Facebook 粉丝专页，还有 Line 都可以跟我们联络上。欢迎你记得常常跟我们联系，那也请订阅、分享，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支影片喽。下一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